2026年6月22日，伦敦唐宁街石门前那张被全世界媒体拍了无数遍的讲台，又一次被搬了出来。过去10年，这扇黑色大门的开合几乎成了英国政治的固定仪式。首相走出来，承认自己失去了继续执政的政治条件，留下几句关于国家、政党和家人的话，然后转身退场。这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是基尔斯塔默，这位一向被批评为机器人的政客，在告别演讲中罕见的哽咽了。但政治不相信眼泪，他曾在2024年7月以压倒性胜利带领工党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的首相，上任不到2年便被迫交出了权杖，从就职到辞职。斯塔默的执政生涯持续了仅717天，英国将在10年内迎来第7位首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政坛地震的来龙去脉，斯塔默为何倒台，谁最有可能接替他，而这个人又能否带领英国走出困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巴菲熊。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年前，2024年7月，斯塔默以改变为竞选口号，承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共服务，控制非法移民。工党取得了历史性的大胜，终结了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上台初期，民意向好，舆论普遍看好工党长期执政，一切看起来充满希望。然而，现实远比承诺骨感。斯塔默的执政蜜月期转瞬即逝。当年8月，英国政府公布高达220亿英镑的财政缺口，导致后续政策被迫违背。不加税的竞选承诺，民意支持度随即下降，政策朝令夕改，成为斯塔默政府的最大短板。为平衡党内派系分歧，斯塔默数次调整相关政策，取暖补贴、农场税收、社区性侵调查规则反复改动，被批评为缺乏执政定力。左翼不满其右，轻转向温和派，质疑决策草率，选民则认定政府违背竞选承诺，政府信誉持续下滑，为党内逼宫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生活费持续攀升，公共服务不堪重负，移民政策争议不断，限制老年人冬季取暖补贴，推动残障福利改革等措施，引发了工党议员和工会的强烈反对。真正对斯塔默构成致命打击的是一场任命风波。斯塔默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彼得·曼德尔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现年72岁，曾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布朗执政期间担任商务大臣等要职。2025年2月，斯塔默任命他出任驻美大使，但曼德尔森履职仅7个月，就因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浮出水面，遭解职。英国警方随即对曼德尔森启动刑事调查。斯塔默后来承认，他在任命曼德尔森前已知晓后者与爱泼斯坦存在长期关系，并指责曼德尔森在与爱泼斯坦接触程度的问题上屡次撒谎。然而为时已晚，这场丑闻让斯塔默的政治判断力受到严重质疑。2026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成为关键转折点，工党在选举中损失了近1500个席位，且丢掉多个关键议会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右翼的改革党强势崛起，改革党狂揽1453席，超越工党的1063席，与保守党的801席，成为英格兰地方议会第1大党。英国传统两党格局遭遇颠覆性冲击，左翼的绿党也不断蚕食工党的支持基础。败选后，工党党内不满情绪集中爆发，超过80名工党议员联合施压，多名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给出卸任时间表。时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的斯特里廷宣布辞职，理由是对斯塔默失去信心。国防大臣约翰希利由于在国防投资计划问题上与斯塔默不合而宣布辞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尔卡恩斯也紧接着辞去职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安迪·伯纳姆站到了舞台中央。伯纳姆，北方之王的崛起。2026年6月19日，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格兰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成功拿下议会下院席位。这场补选因工党原议员辞职而举行。计票结果显示，素有北方之王之称的伯纳姆得票率达 54.8%， 大幅领先英国改革党候选人 34.5% 的得票率。舆论指出，这是数十年来影响力最重大的一场补选。这场胜利具有里程碑意义，伯纳姆由此重返议会下院，具备了挑战工党党首，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资格。伯纳姆在胜选演说中将此次胜利定义为英国政治的转折点。他表示，这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可以建立一个基于团结和希望的新政治，让我们远离那种在美国看到的分裂政治的道路。伯纳姆胜选后，工党内部道斯塔默力量迅速集结。据英国媒体报道，外交大臣库珀、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近日均表态
要求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日期。3天后的6月22日，斯塔默宣布辞职。那么，这位即将接掌英国大权的伯纳姆究竟是什么人？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利物浦郊区安特里，父亲是一名电话工程师，母亲是一家诊所的前台接待员。他在柴郡卡尔切斯村长大，曾形容自己的童年非常美好，并在14岁时就加入工党。伯纳姆拥有爱尔兰血统，就读于天主教公立学校。他曾多次谈及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包括2023年觐见教宗方济各。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伯纳姆前往伦敦工作，先后担任编辑和记者，随后进入工党体系发展。在剑桥期间，他认识了出生于荷兰的玛丽·弗朗斯·范希尔，两人后来步入婚姻，育有3个子女。伯纳姆在2001年当选议员，代表的是靠近家乡的北方选区力。随后，他进入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政府，担任初级部长。戈登·布朗执政期间，他获提拔入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2009年，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伯纳姆遭遇了嘘声。那场球场踩踏事故导致97名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球迷死亡，这件事对他影响极深，让他相信遇难者家属理应获得公正对待。此前，警方调查人员以及媒体曾试图将受害者描绘成足球流氓，并把惨案归咎于他们自己。伯纳姆的持续施压最终推动了第2次调查的展开。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后，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魁，但仅排名第4。2015年，他再次参选，希望以较为温和亲商的路线重塑工党形象，但最终败给了党内左翼代表人物科尔宾。与许多中间派工党人士不同，伯纳姆并未因败选离开领导层，而是出任影子内政大臣。2次竞逐党魁失利后，伯纳姆逐渐将政治重心转向地方治理。2017年，伯纳姆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在威斯敏斯特，于是辞去议员一席，随后竞选首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并以超过60%的得票率当选。2021年，他以更高支持率成功连任。担任市长期间，他最受关注的政绩之一是推进交通改革。在他的主导下，大曼彻斯特市成为伦敦以外首个重新将公交系统纳入公共管理的英格兰地区，并建立了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整合公交、有轨电车和其他公共交通服务。伯纳姆提出了名为曼彻斯特主义的经济治理思路，核心是通过重新将公共服务收归公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他同时承诺改善当地露宿问题，推动住房和社区建设等改革措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福特评价说，伯纳姆执政期间，大曼彻斯特的地方经济蓬勃发展。福特说，相信我，如果当时市长是斯塔默，事情会变得很技术、官僚或很僵化。但安迪·伯纳姆却弄成宛如大卫对抗巨人歌利亚的史诗战役。他最大优势在于是个很会沟通的人，也是出色的叙事高手。真正让伯纳姆获得全国知名度的是疫情期间与保守党政府的公开对抗。他为英格兰北部争取更多财政补偿，痛批政府的封锁措施让北部地区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并与时任首相约翰逊公开交锋。这场持续数周的政治博弈使其全国影响力迅速上升，加之其对地方的经营，为他赢得了北方之王的称号。当然，伯纳姆也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认为，伯纳姆常根据政治环境改变立场，并因此给他贴上摇摆队长的标签。他先后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3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政治立场被认为过于多变。曾在布莱尔任首相期间担任顾问的约翰·麦克特南承认，伯纳姆给人的印象确实是一个喜欢让别人喜欢自己的政治人物，但他补充说，一个讨好型政客总比一个讨人嫌的政客强。伯纳姆职业生涯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是，英国政治和新闻媒体过于以伦敦为中心，地区不平等损害了国家。这一点他在2001年首次议会演讲中就曾提及。他将自己的政治信念概括为地方优先多于政党优先，长期主张将权力从主导国家经济的伦敦下放到地方。伯纳姆能否接任？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伯纳姆迅速成为接任工党领导人以及首相的热门人选。据伯纳姆的支持者称，他已经获得超过200名工党议员的支持，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一半。按照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候选人需在15日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日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如果不出意外，伯纳姆预计会在7月20日就任首相。从目前形势看，伯纳姆几乎肯定将成为英国自脱欧公投以来的第7位首相。
民调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伯纳姆的强势地位。民调显示，56岁的伯纳姆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有民调显示，大约43%的受访者认为伯纳姆会是一位更好的首相，而支持改革党党魁法拉奇的比例仅为23%。伯纳姆领先法拉奇20个百分点，这一优势是斯塔默上个月对法拉奇领先优势的2倍。伯纳姆不仅获得了工党、绿党和自民党选民的支持，连25%的保守党选民也表示宁愿看到他入主唐宁街10号，也不愿看到法拉奇。这份民调凸显出，作为工党最有可能的新党魁，伯纳姆有望为执政党带来显著的选举优势。在6月22日，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感谢斯塔默为英国做出巨大贡献，表明斯塔默的卸任标志着权力交接的开始。他承诺改变国家治理方式，将权力从伦敦下放到各地，让地方政府掌控社会住房、福利和教育等方面的预算，从而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说，变革绝不应分散我们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展望未来，首要任务必须是齐心协力，让国家重回轨道。人民希望看到经济增长、生活费、公共服务、住房和下一代发展机遇等方面出现进展。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他将面临怎样的局面？挑战1：经济困局。近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一直难以实现持续增长。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 GDP 环比增长0.6%，2025年全年英国经济增长1.4%。从短期看，英国经济并未陷入衰退，但增长速度依然偏弱。同期，英国人均 GDP 同比仅增长0.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将英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调至0.8%，同时预计通胀率达到3.2%。经济学家警告说，英国的生活成本危机早已不再只是短期通胀问题，而正在演变为一种结构性困境。工资增长乏力，住房与能源成本高企，债务压力上升，多重因素叠加之下，越来越多家庭即便全力工作，也难以重新获得稳定的生活预期。安永预测，英国通胀率将在今年底升至4%，高利率政策将延续至2027年春季。在增长放缓与通胀高企的双重压力下，预计2026年失业率将攀升至5.8%。与此同时，脱欧的长期冲击仍在持续显现。英国选民们抱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标普衡量就业的分项指数已连续21个月处于负值区间。挑战2：改革党的威胁。英国极右翼改革党已成为工党最严峻的威胁。2026年初，改革党在多项民调中的支持率持续领先，超过了保守党和工党。6月最新公布的威斯敏斯特投票意向民调显示，改革党以24%支持率跃居第一，而执政的工党与在野的保守党支持率双双跌至19%。2025年12月，改革党自行公布的党员总数近26.9万，超过了工党。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强硬表态，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影响力迅速上升，直接威胁工党的传统票仓。许多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伯纳姆在马克菲尔德的胜利，以54.8%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改革党候选人，证明了他在正面迎击改革党方面的能力。但这只是局部战果，全国层面的挑战依然严峻。挑战3：党内整合。工党此次任内换帅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历史性派系清算，伯纳姆能否整合党内不同派系，将是一个巨大考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分析指出，伯纳姆虽然是斯塔默的有力竞争者，但并非必胜无疑。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极左力量，他们很难支持伯纳姆。工党的领导层中，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伯纳姆会遇到和斯塔默同样的问题，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挑战4：从市长到首相的跨越。利物浦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恩·汤奇表示，伯纳姆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但从治理一座城市到治理整个英国，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跨越。长期从事地方治理工作的伯纳姆，在外交、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经验相对有限，尤其伯纳姆的政绩几乎完全集中于像交通、住房和经济发展等地方事务，
既无外交政策阐述，也鲜少关注军事或国家安全议题。治理城市与治理国家是不同的层级。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福特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当你驶入唐宁街10号那场风暴中心时，一切都截然不同。每天都会有150个问题摆在你的办公桌上，你根本没有太多空间去决定要挑哪一场仗来打。福特教授进一步分析说，作为市长，伯纳姆比较习惯于想到什么说什么，但现在正在接受一堂相当严厉的课程，那就是必须更加谨慎地权衡自己的言辞。英国政治的深层困局。斯塔默的辞职并非孤立，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的更替频率显著加快。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10年6位首相相继离任。如此频繁的权力交接，在战后英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分析人士认为，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都未能触及并解决英国的结构性顽疾。斯塔默在辞职声明中强调，将国家置于首位，并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在政治、财政和道德上均已破产的工党。然而，他终究未能兑现改变的承诺。他的任内虽推动部分医疗投资和国防开支增长，但经济增长乏力，政策反复和沟通失误，令公众失望，情绪蔓延。分析人士指出，首相频繁更迭的乱象折射出两党制弱化、民粹抬头等困境。英国政坛走向的不确定性恐将持续，民众长期不满历届政府未能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服务、管控非法移民，正是政坛持续震荡的核心根源。正如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所言，英国人已经厌倦首相频繁更迭，却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改变。尾声，唐宁街10号的常住居民。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细节：英国首相换了一任又一任，但唐宁街10号有一位住户始终岿然不动。现年19岁的首席捕鼠官拉里，这只棕白相间的虎斑猫于2011年被收养。过去15年里，先后送走了卡梅伦、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和斯塔默6任首相。唐宁街10号自1735年起就是英国首相官邸，而用猫来控制鼠患的传统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不过，拉里是第一只被正式授予首席捕鼠官头衔的常驻猫。如今，拉里已不仅是一只捕鼠猫，更成为英国政坛的政治吉祥物。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80万名追随者，经常出现在唐宁街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画面中。或许拉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无论谁坐上首相宝座，唐宁街10号的门永远在转动，而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换一个人那么简单。斯塔默走了，伯纳姆来了。英国即将迎来10年内的第7位首相。北方之王能否真正入主唐宁街10号？他能否打破英国患相如走马的政治魔咒？他能否带领英国走出经济困局，抵御改革党的冲击？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英国的深层问题远不是换一个人就能解决的。无论是谁坐在唐宁街10号的办公桌后，都需要面对那个自2016年英国脱欧以来就未曾真正愈合的国家伤口。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本频道的内容，请点赞订阅。我是巴菲熊，我们下期再会。